魏无羡朝他走过去，问道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日回得早了些，事情都忙完了。蓝忘机答没有，其余明日再做。魏无羡颔首，看来今天的份做完了。看他收拾完桌案上摆开的书册，魏无羡脸上露出些许疲色，转身向卧室走去，绕过屏风，待扶着床边的扶手坐下来，才缓缓舒了口气。蓝忘机跟在他后面进来，见此上前坐在一边，给他揉了揉腰，问在教场遇到思追和景仪了。魏无羡点头，身子一歪靠到蓝忘机身上，说道：我看他们进步可不小，这次围猎定能取个好成绩。蓝忘机侧了下身，让他靠得舒服点，才回道不重要。魏无羡笑了笑，只是虚名，不重要。感觉腹中的小人儿又轻轻动了一下，魏无羡抬起一只手搭在腹前，眼睛微闭，道：蓝二哥哥，我晚上想喝你做的汤。蓝忘机应了一声，又问还想吃什么。等了半天没等到回答，蓝忘机低头看了看，才发现那人呼吸轻缓，似是睡过去了，正想将人放到床上躺好，又听他低低答了声什么都好，语气里透出来浓浓的睡意。魏无羡说完停了一会儿，又迷迷糊糊道：蓝湛，我有点累，就睡一小会儿，我保证。那样子看着像是马上就能睡过去，却又怕因为不到寻常休息的时间，蓝忘机怕他乱了作息会叫醒他，忍着困意小声与人商量。蓝忘机侧过头在他额上吻了一下，起身将人抱到床上，回道：睡吧，安心。魏无羡一下子放心的睡了。冬日天气寒凉，静室内却融融和暖。魏无羡刚从床上坐起，未及穿衣，便听到轻缓的脚步声走近，接着蓝忘机的身影从屏风后转了过来。魏无羡一副刚醒的样子，头发睡得有些乱了，中衣的领口也散开了些，拉开被子的一瞬间，丝丝凉意顺着那缝隙钻了进去。他下意识地用手掩了掩，就要下床去拿挂在一边衣架上的衣服。蓝忘机伸手扶了他一把，拿过挂在一边衣架上的衣服给他穿上，又让人到镜前坐下，拿起梳子给人整理头发。乌黑的发丝在他手中慢慢变得顺滑，蓝忘机接过魏无羡递过来的发带，给他挽了个舒服些的发饰，才说到：思追景仪过来拜年。魏无羡了一声，摸着腹部笑道：我说这小东西今晨怎么突然动得欢快，原来是知道有人要来陪他了。蓝忘机闻言，将手附在上面感受了一下，果然是动得欢快，他眼里露出些温和的笑意，声音柔和地说：像你这小家伙平时都安静得不得了，明明是像你多一些。魏无羡难得不太同意蓝忘机的说法，想了一想，他又笑起来，如果生的既像你又像我，岂不是更好？会的。蓝忘机语气肯定地答道。魏无羡被他这莫名自信的样子逗笑了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却突然顿住了，连忙捉住蓝忘机的手问道：蓝湛，你刚刚是不是说思追和景仪过来了？蓝忘机答是。魏无羡又问：他们已经在外面了？魏无羡看了他一会儿，见他仍是一脸平静坦然自若的样子，扶额笑叹：蓝湛呀，你可真是既已知道有人在外面等。魏无羡也不好意思再磨蹭，快速的洗漱了一番，便走到外室，将蓝思追和蓝景仪两人唤了进来。等蓝忘机和魏无羡坐好，两个小辈才恭敬向两人施礼，又说了一些祝福语。魏无羡听了暗自好笑，这些话听着可没一句是祝福他的。蓝思追还好，末了加了句望魏前辈身体康健，蓝景仪直接什么都没有。虽然是对着魏无羡说的，但两人所有的好话明显全都送给了他肚子里的那个。等两人说完，被蓝忘机唤起，这一抬头，魏无羡直接笑了出来。这大过年的你们都去干什么了？难道还挑灯苦读去了不成？最近似乎也没听到哪里有邪祟出没呀。哼，你自己做的事难道还要我们提醒你吗？蓝景仪顶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，一脸愤懑的回答，也顾不得蓝忘机还坐在一旁，对着魏无羡没有丝毫地敬意。魏无羡笑出了声：我不是说过让你们过几天再打开吗？谁让你们那么心急？你又没说具体的时间，谁知道你说的过几天到底是几天？再说了，我们明明也等了好几天，说的好像换个时间打开就不会这样似的。换个时间打开当然不一样了，今天下午还要见那么多的长辈，你们这样可要怎么见人？魏无羡越说，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起来。
魏无羡这几个月闲得无聊，便把心思花在了给小辈们做一些好玩又有用的小发明上，有的是给他们平日里打发时间的，大部分则是除祟时能派上用场的符咒之类的东西。前几日他突然给了蓝思追和蓝景怡一人一个小包，说是过年了给他们做的小礼物，再三叮嘱让他们过几日再拆开来看。两人都以为他又做了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没怎么怀疑就收下了。